那位王妃胃胀酸痛，我就想到《饮膳正要》里面写过，元朝的贵人们都喜欢吃酸辣姜。有的时候小孩子莫名其妙的泄或者是吃东西胀坏了肚子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，反而喝一碗酸辣姜就好了。我就想啊，不妨用这个法子试试。孙思邈可说过，患利人不可食酪，你居然用它止泻，你的胆子也实在太大。可是他在千金方里面也说，他补肺脏利大肠啊。而且既然他们把这个方子传下来，肯定自有妙用。我当时也是没法子了，才把它用上了。再说了，那位王妃又不肯吃药，我的针灸术又不算好，拖过了3天，可真的就要被太后打死了。你也知道你的针灸术不好了？哼，这古怪的法子你倒都会，怪不得你师兄村霞说你不走正路。有时候就连我也觉得你是个跳大神的。师傅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这可是我那位道士师傅教我的。那他也是个跳大神的。不过你倒没给我丢面子。瞧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用了太医玉凉还是没有他快？为什么师父这样袒护他、夸奖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村霞，用不着难过，他只不过是今天撞了大运而已。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你想，今天他连艾灸都不大会用。哼！要是他不走邪门歪道，怎么可能跟你相提并论？对，他用的根本就是歪门邪道。落姜止泻，医书里根本就没有写过。那不是医术，那绝对不是医术。叔叔，我是对的，我是强的，我一定比他厉害。你告诉我是不是，叔叔？你告诉我。当然了，你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你是咱们程家最有天分的孩子。就算是在太医院，你也是公认的天才。对，我是天才，我是最棒的，没人能超越我。下一次我一定要赢过他，我一定要赢过他。那天宫门亥时就要下药了，你叫太监开站轿子，跑快点。知道了，师傅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我们走吧。今天可累死我了。允贤，我来接你回宫了。那天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，我已经查证了。那天我母妃确实是装病。其实我早该想到，像我母妃这么贪恋权力的人，怎么就会突然间转了性子，接纳你？我当时也只是想着，母妃毕竟是个病人，希望你能让着她点儿。让你受委屈了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齐月，我真的不能放弃医术，况且
我现在当了女官，还拜了师傅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给男子诊病。我跟着刘师傅学的也只是妇科，你就当让我一回，好不好？好。只是你下次别再把我赶出去了。哎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的性子那么倔呢？皇上，奴才听说呀，那个程村侠当时脸都绿了。是吗？行了，朕呢还想留着点耳朵，到了长寿殿以后，听正主慢慢说呢。也好也好，奴才只是一时没忍住。皇上，其实这消息已经传遍京城了。都说皇上圣目如炬，能够挑出如此医术高明的一个。你这个马屁精，不过朕喜欢。回宫。是。司要女官行氏诊治伯尼国王妃有功，特许于宫中着丹红净色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杭大人，接旨吧。恭喜杭大人。多谢公公。大人，全丽妃娘娘派了人来，想让你上寿昌宫去说话。哦，好。可是全丽妃，我不认识她呀。你不认识她，她可认识你。你现在可是宫里的大红人，谁不想巴结你啊？红人？我只是个司要女官，能做什么事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皇上登基10多年，别说皇子，连个公主都没见着。这满宫里的妃子，为了能怀上龙子，那是把太医院开的助孕药当水一样的喝。现在突然天上掉下来你这么一个女神医，比程村侠还厉害，他们还不紧着巴结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可皇上不应该……我觉得他身体挺好的呀。皇上在这上头淡得很，平时除了去皇后娘娘那儿，很少照幸别的嫔妃。其实也就是那些个美人，大多都是太后安排的。皇上不想让他们母以子贵，伤了皇后娘娘的心。娘娘们都爱这样罚犯了错的宫女，别大惊小怪的。你们这些偷懒的奴才，杭司要来了都不给本宫通传一下。见过丽妃娘娘。可别这么着，听说你都叫皇后娘娘做姐姐了，我哪当得起你的大礼呀？走，我们里头说话去。娘娘，不知这位小宫女究竟犯了什么错？说起来就生气，这小蹄子毛手毛脚的，居然把本宫的飞云丹都掉进水里了。那可是我们朝鲜的使臣千里迢迢从汉阳带来的飞云丹。是啊，我们朝鲜内宫都实行用这个，据说是先人传下来的仙方，女人用过之后，皮肤就会变得像雪一样白。娘娘可用过这飞云丹？是啊，就是因为用过2瓶，觉得不错，所以才会接着用的。幸亏娘娘没有多用，这飞云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里面其实是有毒的。有毒？是啊，它之所以贵重，是因为它是用水银制成的。医书中有记载，说秦穆公的公主弄玉烧水银做粉抹脸，它的别名就叫飞云丹。娘娘，您用过这飞云丹之后，是不是觉得皮肤白得非常快？
这东西初用时确实有效，但日子久了就会让女子面部发黑，焦躁难安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娘娘最近是否难以入眠，脾气也比往常更加暴躁了。这就是飞云丹初期中毒的症状。这碗是清水，这碗是石灰水。娘娘，您平常应该也爱用皂角藻豆净身吧？这2样都跟这石灰水一样，都属碱物。想想看，您要是一直用下去，这脸上得变成什么样子啊？天哪，本宫竟然一直把毒药往脸上抹。杭四药，我中的毒严重吗？我还能活多久啊？娘娘不用担心，您才用飞云丹没有多久，中的毒应该不会太深。至于身体亏损的部分，等一下我帮您号完脉，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那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娘娘，能否看在那位小宫女无意中立了一功的份上，就饶过她的罪过？毕竟她也是无心之失。行了行了，快让她起来吧。娘娘，可否请您双手伸直？可以了。水银中毒深者，双手会不自主的轻颤。娘娘并没有这个症状，说明娘娘一切都还好。平日只需要服用一些绿豆甘草汤，就有解毒之效。要是汤里面再加一些防风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快记着，绿豆甘草汤还有防风。娘娘不用记，我会让御药房配好的。对了，要是平日能够进一些土茯苓熬的粥，排毒会更快。这个好，你不是用药膳治好了太后娘娘吗？那还有没有什么药膳可以美容美肤的呢？等娘娘恢复以后，我会按照古书上的方子，用东阿阿胶、黑芝麻、核桃仁、黄酒，给娘娘熬制一些桃花鸡，这是糕点，闲时即可服用。必能补肾养血，美容养颜。好妹妹，以后要经常来本宫这里坐坐，也给我多带一些美容美颜的药膳吧。是。大人，这御药房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这几天下官轮着公时，有好几个宫的娘娘根本不拿正眼看下官，只冲着御药房的宫女说话，还要他们的杭四药过去请平安脉，这不明摆着抢咱们太医院生意吗？胡说什么呢？咱们又不是外头的郎中，有什么生意可言呢？娘娘们不传你们，也正好落个清闲，不是吗？叔叔，话虽如此，可是御药房也欺人太甚了些。太医给后宫诊病是朝廷制度，姓杭的揽权自专，要是出了岔子，受罪的还是我们太医院。我想和其他太医们一起具名上表，弹劾御药房。村小，你到底还想惹出多大的事情来？跟我过来。是。去。跪下！今天就当着祖师爷的面，你给我背一背，当年我收你为徒的时候，都跟你说过什么话？以心为一，自矜己德，只论极恶，不论贵贱，不骄不躁，勿喜勿妒，不得事己所长，专心经略财物，不得炫耀声名，道说是非，时学之，时习之，时记之，时迁之。那你说说，你都做到了哪几样？
之前，你私自更换会试试题，用下作的法子去为难允贤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了。可这次呢，你居然要参奏人家，到底还有没有同门之意？他不过是给伯尼王氏治病时略胜过了你一筹，你就耿耿于怀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位好叔叔和太常寺勾结的好事，村下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师父，叔叔虽然想帮我，但我真的没用那薄泥土，我没有故意为难他。我身为朝廷命官，他们御药房越权行事，我为什么不能参奏弹劾？姓杭的是皇上身前的大红人，师父你也不能一味的纵容他。就算是皇上糊涂了，上头还有太后娘娘呢。闭嘴！御药房虽然名为药房，但宫里谁不知道，那里边的人也一直在做着诊病之事。上次黄频发热，你叔叔不就是嫌麻烦，直接叫御药房的小太监帮着切了脉，就拿了小柴胡汤过去吗？病人们从来都是看本事选大夫，娘娘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村下，你是师父的得意弟子，也是一家子弟里难得的天才。师父我一直很为你骄傲，所以就更希望你能走正路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虚荣名利，就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。村下，师父老了，就更希望你能和允贤相互参详，以后在医道上都能有所进益。可他用的都是歪门邪道，我不是故意为难他，只是我不愿意让天下人认为我们医生给病人看病就是念念经、跳跳神，喝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。自从他弄了那些药膳，宫里的娘娘都已经不吃药了。如果喝一些汤汤水水就能把病治好，还要我们这些太医有什么用？村下，允贤的医术怎么样？你心里比我明白，他的确杂学颇多，所以才常有惊人之举。但现在，他已经是老老实实的在我的教导之下重扎根基。以前我是怎么教你的，我现在就怎么教他。村下，我希望你能跟他学学那种不拘一格的行医思路，而不要光盯着人家的不合常理之举。至于那些念经拜佛，不过是祝由术的一种。这些天，师父我也找了好多祝由的古书，没事你也看看，多些见识。学医是要有执念，如果一直有执念，那他就成不了大器。村下，答应师父，试着跟允贤好好相处。答应我。是。娘娘，妾妃可是一切都按着您的安排来做的。可是这几天，玉儿突然变了。刚才还跟妾妃说，现在那个贱人是女官，是奉圣命管着医药事务的，还拿着妾妃那天装病时说的，再也不管她去。行了，别再啰嗦了，连个儿子都管不住，还怎么当娘？那个杭氏倒真有些本事，程13做了一个局整他，他还真把那个外邦王妃给治好了。哀家本来想借此事除了他，这会儿倒有点惜才了。要不把他接进府做个侧妃吧？这倒也行。
不过这事儿，哀家得问问美丽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先别急，听哀家说，哪个王爷没几个侧妃姬妾的？再说成王现在铁了心要娶那个行氏，你在成王面前摆了那么久的身段，连个回响都没有。哀家现在逼着他舍了行氏娶你，他会恨你一辈子。再说那行氏，哀家也见过，并不是什么险恶之人，不如收了他做侧妃，成王会更敬你、爱你。我才不要那种敬、那种爱呢！成王娶谁做侧妃都行，就是他不行。姨妈，我是您唯一的外甥女，你就忍心看我难过吗？那个行氏算什么东西？杀了他不就行了？或者是毁了他的脸，要不然就是坏了他的清白。总之，不要让这个狐狸精继续缠着殿下。美林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她现在是朝廷的女官，哪能说杀就杀了？再说皇上也不可能看着不管。当初要我嫁给成王的，扶他做新皇的是您，现在要我顾及皇上的也是您。姨妈，自从还政给皇上，您的话就越来越不好使了，就连一个女官你都要顾忌了。放肆！哀家平日宠着你，你倒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回去好好想想，问清楚你爹，再来跟哀家说话。够了！爹，你说是不是行氏给姨妈治过病？姨妈现在就变了。你是越来越不知道进退了啊！你怎么敢在仁寿宫里跟你姨妈闹呢？你想嫁给成王，那要全部依托你姨妈的。行氏当个侧妃怎么着了？啊！等成王新鲜劲儿过了以后，你再想办法治他嘛。何必非要现在争他个你生我夫呢？爹，你怎么也帮他说话？那个行氏可是跟咱们府间下仇的，那个行氏又懂医识药的，我要是跟他同处一府，你就不怕他在我吃食里放点什么？这我还真没有想到。的确如此，有你没他，有他没你。看来太后娘娘是不会帮我们了，我们要自己帮自己。从外边进攻不了，咱们就从他们里边入手。从里边？对，不是传说这个行氏和皇上的关系不一般吗？交代你的事情一定要办好了。上菜了，这么好看的颜色啊！钱姐姐，你等等，还有呢。雨贤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听说成王殿下那边有了好消息，吴太妃好像已经松口了。那就难怪了。钱姐姐，这是我做的鹌鹑汤，你尝尝看。这里面放了什么中药啊？加了菟丝子、艾叶和川芎，是温肾固冲的。钱姐姐宫寒，喝这个是最好的了。香得很。你这个机灵鬼啊，这些天在各宫各院吃香得很，倒没空上我这儿来了。
成王这边刚有消息，你就急着跑过来讨好我这个皇嫂了？才不是呢，我一直都有。本宫知道你一直都有把药膳的方子给如香，只是说笑而已，不要动不动就脸红啊。钱姐姐，你欺负人。钱姐姐，你有烦心事？玉贤，你要是有空，还是劝劝皇上吧。虽然太后现在放了权，但那些阁臣还是不太听话。除了成王能帮着点工部的事情，皇上手中也没有得力之人。倒越发宠幸起王振来了，现在连我的话他都快听不进去了。钱姐姐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。皇上说是王振告诉他，太后娘娘害了他的亲生母亲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皇上连这话都跟你说了？皇上他也是偶然间提起过。你别多想，其实本宫一直觉得有蹊跷。皇上的生母是在10多年前一个大年夜突然去世的。当年我爹正好宿卫宫中，他记得明明是因病去世。当时皇上已经在太后膝下抚养，先皇便令人悄悄将皇上生母葬在妃陵之中。可是数年之前，王振突然拿了一封皇上的生母临终前写的血书来，说他是被太后用砒霜所害，劝皇上安心称帝，切不可为他报仇。皇上惊怒之下，连夜去了妃陵，掘出了遗骨，发现骨质发黑，从此便认定太后就是他的杀母仇人。钱姐姐觉得哪里不对？太后收养皇上在先，皇上的生母去世在后。若是太后真想做点什么，又何必等到1年之后再下手呢？况且我听太皇太后说过，皇上的生母好像是不识字的。那会不会是王振骗了皇上？多半是，可是我也找不到证据。偏偏太后和皇上一直都不对付，这就更坐实了太后就是凶手的说法。这些年皇上孤立无援的时候，都是王振一直在他身后，所以皇上对王振的感情也日益深厚。以东厂的能力，做一份假的遗书，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。可是那遗骨真的是皇上生母的，这一点骗不了人。玉贤，这件事情你放在心上就好了，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，千万不要跟其他人提起。这件事毕竟是皇上的一块心病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吃饭吧。钱姐姐，我觉得你今日好像比平常要有食欲。有吗？确实如此，奴婢在旁边看着，以往娘娘午膳只进半碗精米粥，一点素菜，今儿倒进了1碗精米粥，连鱼肉都吃了不少。平日只进半碗。钱姐姐，我想再给你整回脉。啊。
脉象沉细无力，平日胃纳不佳。我怎么没有想到是脾虚的原因呢？简姐姐，你平日是不是吃的很少？别人以为你饮食节制，以为你是注意仪态，其实你根本就吃不下。还有，你性子恬淡少语，平时脸色发白，这些都是脾虚的症状啊。气血乃生化之源，脾虚则气血不足，所以则无法养胎。通了，全都通了。那要怎么治啊？知道原因就好办了，我马上就给您换一张方子。应该没错，不过我想找师傅再确认一下。简姐姐，你先用膳，我马上去趟太医院。哎，平时看着挺稳重的，说到底呀，还是个孩子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调的暖宫汤，我已经问过师傅了，他说可以用。我们都觉得您肯定是宫包不暖，所以才很难有孕。想除了服药之外，让您再试试药浴，让药力直接从孔窍和穴位沁进去，说不定会有效果。这能有用吗？当然可以啊！我还加了艾叶、白术和菟丝子，还特意调了花油。简姐姐，您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药，就当是每天泡泡澡，这样对睡眠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些暖宫汤的方子不同，我已经按日子排好了。待会儿你打发人到坤宁宫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要弄错了。是。大人，外头来了2个内官监的随堂太监，除了要药，还想请您看病，不知道您见是不见？当然不见了，你服侍这么久都不知道吗？御药房又不是太医院，什么时候还管看诊了？可是他们是内官监的人，奴婢也不敢得罪。御药房难道不能给人诊病吗？我在坤宁宫的时候曾记得，宫人只要生了病是可以到御药房看病的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嫔以下的宫人若是生病，是没有资格请太医的，只能看症状上这儿取药。得了病的宫人要等本宫姑姑用印，才能拿着单子来这换药。他们平时说习惯了，就变成来这看病了。不会吧？这么多宫女太监，连一个大夫都没有？可不是吗？谁叫咱们命贱呢？可是百人千病，各自症状不同，他们又不是大夫，怎么能自己随便取药？你去跟他们讲，让他们在御药房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是。你别揽事上身，自打有御药房起，就没听说过御药房还管看病的。你分好药就成了。再说这宫里有成千上万的太监宫女，你一个人瞧得过来吗？瞧不过来我就教你，再教其他人。总之，我不能看着别人生病而袖手旁观。啊，好。杭大人，杭大人，杭大人，救救我！杭大人，杭大人，杭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丁香，去拿点血结过来。大人不行啊，他是个内奸啊。内奸的命也是命，而且这里除了我还有谁会治病？可是毕竟男女有别。行了，这里不分男女，只有病人。快去吧。杭大人，这疼，这里呢？这里呢？疼，这疼，这里。你们都快回去吧。大人一天只能看30个，雨下这么大呢，快回去吧，有病的明天再来。我肚子回去吧。殿下，这是殿下吩咐我送给杭大人的东西。啊，谢谢小马子。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都是来找大人看病的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待会儿就给大人送过去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忙。好。
你们都快回去吧！听说那雨下这么大，快回去吧！又嫩又白，就像冬天的雪一样。你说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个活观音，我就算没病啊，我也该让他摸摸我的手腕子。你想得美！等会儿说好了，我先来。回去吧。总之啊，奴才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他也太不知道这宫里面的人心险恶了。殿下，奴才觉得您还是应当去给杭大人提个醒儿，要不然这种闲话很快就会传遍宫里头的。到时候要是让太妃娘娘知道，不行，这事绝对不能让母妃知道。允贤刚进御药房，正是兴致最高的时候，我若现在去找他说什么，肯定又会闹得不开心。这样吧，你现在去太医院找刘院判，你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一遍，让他一定要提点一下允贤。还有，就跟丁香说，让他找几个人，把周围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全部给踢掉。是。殿下，殿下您当心！哎呦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奴婢着急去坤宁宫，一时没看清公公。你是御药房的，去坤宁宫干什么？我们杭大人今儿没法子去坤宁宫给娘娘请脉，让奴婢赶紧过去说一声。好，你去吧。奴婢告退。小马子，你去跟母妃说，就说我今天晚上有急事儿，不能陪她用膳了。是。好。我来。快点喝，赶紧把参汤给我喝下去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你是不是一天不多管闲事，你就浑身不舒服啊？朕要你管御药房，是要你找点事做，不是要你把自己累得要死要活的。在其位就要谋其事，我这哪是多管闲事啊？郑琪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宫中那么多太监宫女，原来一旦生了病，竟然连诊病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是皇上，怎么能够坐视不管呢？是吗？朕怎么不知道啊？小顺子，哎，杭大人说的对，像我们这种下贱之人，确实没资格让太医们瞧病。这是自从永乐爷那会儿就传下来的规矩。朕可真的从来没有注意过。那现在你知道了，可不可以调整一下宫中的规矩？我不是要你做多大的改变，只是想御药房或者太医院选出10几位识医懂药的宫女，招家培训，这样简单的病症他们就能治了。这他们能行吗？而且这关系到组织啊。我都能考进太医院，他们一定能行。组织重要，可是人命更重要啊！皇上，你不知道，有很多宫女太监竟然是因为区区的风寒就送了性命。你是大明的天子，难道这些宫女太监就不是你的子民吗？这样吧，朕明天呢，就找大臣们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扩建吧。多谢皇上。别谢了，坐下。多谢皇上，多谢杭大人。杭大人真好，只有杭大人才真正把我们这些内监当人看。你少装了，你是朕身边的大红人，有多少人要巴结你啊？回乾清宫等着朕吧。可是皇上，滚！是。哼，这小太监。允贤啊，以后要是朕不来看你的话，你能不能主动来看看朕？朕有时候会想你。我不是让人给你送桂花蜜了吗？再说你又那么忙。行了，你在皇后宫里说的那些话，已经有人告诉我了。你都知道了？哎，你可别胡思乱想啊！朕从第一天认识你开始，朕就告诉过你，朕有夫人了。我没胡思乱想。
哎，现在吴太妃那边也不闹腾了，这样挺好的。还有啊，朕写给你跟齐豫的赐婚诏书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还没那么快。吴太妃虽然答应让我进门，但她还想给成王再娶一位正妃呢。哼，她做梦！要不是朕看在齐豫的面子上，早让她闭嘴了。